下一题，电影里王子没有取得什么关键道具，所以没能救下公主。勇者之剑。记得当初我们看电影的时候，别紧张，我是想说，我们可是这个 IP 的骨灰级粉丝。既然两位这么有信心，最后一题想必也难不住你们。那么，请听题：在 HOYO 乐园举办的《王子之歌》游戏体验活动中，为打出 HE 结局的玩家发放了什么纪念品？看来你们真的是资深粉丝，要不要挑战一下特别附加题？答对的话，可以额外获得2张镭射卡哟。没问题，放马过来吧。最新发售的 RPG 游戏续作《王子之歌2》中，王子和公主最终用什么组合技击败了魔神？快看，《王子之歌》出续作了！或许每个童话的结局都是如此。讨伐了女巫的王子与公主，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慢着，故事还没有结束。是魔神诅咒了我们的国度，可神明之间的争端不该波及人间。等我回来，我会去往神域，找到拯救这片土地的办法。带我一起去，我再也不要做那个只能在原地等你拯救的人了。请再一次让我与你并肩作战吧。新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。看起来游戏内容量很大，可探索的支线和彩蛋也不少。你觉不觉得 PV 里展示的游戏内容和上一代作品的差距有点大？和我们记忆里的《王子之歌》也很不一样。这是上一代游戏的 PV。也对，试一下又不会怎么样。
还是早点睡吧，看你困的。哎，好啦，我理解，大结局就在面前，要忍住激动的心情确实不容易。但今天不能再熬那么晚了，12点前一定要睡觉。我白天无聊，上线逛了会儿地图，从 NPC 那儿接了一些支线任务。不过先放着也没关系，反正都要结局了，2周目再重新接就行。真的？那好，我来领路。啊，吵醒你了吗？想抱你去床上睡的。不行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就去睡觉。别苦着脸了，我还有个好消息。过几天，我有个惊喜要送给你。我们来就是想在现实中体验一下游戏世界。听说大结局的取景地也在这儿，虽然游戏还没通关，但能先去逛一逛也不错。对，结局的取景地在湖心岛，沿着活动主街走到头，坐缆车就能到。我们还在那儿安排了一个解谜活动，解开谜题就能获得限定礼品，一定别错过了。当然，除了湖心岛之外的区域也都可以自由探索，两位按自己的节奏尽情游览就好。我们还是互相带吧。不了吧？看，虽然不是同一个版本的徽章，但这样也算是让王子和公主团圆了。我们走。哦，我还想再做一件事。和我一起踏上这场通往神域的冒险吧，我的公主。
这其实是上个世纪一位艺术家留下的涂鸦，仔细看看会发现和游戏里的皱纹并不一样。我看过一个制作者访谈，他们设计引路皱纹的时候，就是从这些涂鸦得来的灵感。是啊，那个访谈有很多有趣的内容，不过这段时间你有点忙，我都没来得及分享给你。先打个卡吧，等我回去，我把节目找出来，我们再一起看。打卡要2个人一起，来笑一笑，我要拍了。很完美的，你看。小意思，放心把摄影师的位置交给我吧。引路皱纹墙，打卡完成。下一站去哪儿？上次去 HOYO 乐园的时候，一直是我拉着你做这个做那个，所以这次我想把游览的主动权交给你，想去哪里都可以。啊，闲逛。好，那我们就做2个合格的风景党玩家，拿好相机，随便选个方向出发吧。啊，哇，确实，魔药瓶、水晶球，还有剑和法杖，看起来是塑料做的，是自己做好带来的。怎么了？我？哦，我不用那些也行。等一下，让我看看。好，还算趁手。镜头对准我，别忘了按快门。神明之间的争端，不该波及人间。好在，我们还来得及改变一切。就是现在，我的公主，把你的力量借给我吧。怎么样，拍了几张？
啊，原来只拍了1张呀！看来我留的拍摄时间太短了。只再来1次，可别再忘记拍了。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，难道真把我当成官方请来的演员了？好，你说好就好，毕竟我只希望你看着我。当然想，但你应该很想去湖心岛吧？好，那我们去找 NPC。就从那位期待顾客上门的女巫开始吧。王子和公主，要哪个？怎么了？哼哼，现在笑我，反正你也要吃的。快吃吧，这2张照片我会好好珍藏的。不用遗憾，等我们回家，我再带你去见见游戏里的他们。啊？什么任务？
我是想说，不用这么紧张，我们能赶上的。而且今天玩得很开心，要是错过了湖心岛，刚好有个理由再来玩一次。是感觉急匆匆的。用不着努力去放松。现在我们在缆车上，哪里也去不了，什么都没法做，只能这样慢悠悠的，一点一点往前走。所以，别去想其他的事了。就和我一起好好享受这段时光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说得对，就让风带着我们，慢慢往岛上去吧。是你们？啊，已经停止入场了，我们都来这边帮忙。两位肯定也是来参加解谜活动的吧？谜面就在这边。两位可以慢慢想，之后带着答案回来找我就行。如果需要提示的话，哎，你看，去兑奖的人都是两个一起的。2 as 1，要合并的两个东西，会不会刚好在两个游客身上呢？哦，是这个徽章，怪不得他说提示是他自己。我来拼。真好啊 ，2 as 1。无论是女巫还是魔神，好像只要两个人一起面对，就什么都难不倒他们。对，这就是整个游戏的最后一幕。
历经艰险，终于战胜魔神的王子和公主，乘着风飞向他们拼尽全力守护的家乡。但也有人说，王国的危机已经解除，他们或许是借此机会找了个世外桃源，去过二人世界了。开放式结局总是众说纷纭，等你们通关游戏，或许还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好了，那么再次恭喜二位完成解谜。解出谜题的公主和王子可以随意体验岛上的游乐项目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真美啊！就是说呀，一切自有安排。既然赶上了落日，就别浪费了，我们去坐飞艇吧。好，那我们得和太阳赛跑喽！好了，喘匀气再说话。这里本来就风大，再呛风就不好了。来，先做个深呼吸。啊？是啊，带着这样的心态去放松，反而会让愉快的事都变成有压力的任务。其实，我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就调整过来，还准备了一些长篇大论呢。也没什么，就是一些经验。其实之前有段时间，我一有空就把自己关起来打游戏，打了一盘又一盘。我告诉自己那是在放松，好像每打完一盘游戏，放松的进度条就会往前走一点。但后来才发现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进度条。有截止日期的事实在太多了。如果连做喜欢的事都这么着急，就没有可以慢慢去享受的东西了。放心，我已经调节好了，不然怎么能分享经验给你呢？那之后再打游戏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做支线、逛地图，收集很多看起来没用的小玩意儿，悠闲单纯的去体验每一份小小的快乐。好啊，再发生类似的事，我们就再出去玩。世界这么大，我还有好多地方想和你一起去。
是挺好的吗？反正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总有一点私心，希望结局来得晚一点，再晚一点。喂，哦，我到快闪店了。啊，中央商业街总是这么多人，排了几十分钟的队才进场。好在限定周边都有限购要求，要买的徽章和抱枕都买到了，还拿了几个盲盒，不知道能不能开出隐藏款。对了，我刚才看到柜台上有《王子之歌2》的白魔手办，好像是可以买回家自己涂装，用丙烯颜料就能上色，看起来还挺考验技术的。要不要挑战一下？放心，我的动手能力你还不了解吗？而且就算真的搞砸了，大不了把它藏起来，藏在只有我们2个知道的地方，变成我们的小秘密。好，那我们挑角色吧。这边除了2个主角，还有好几个人气比较高的 NPC。哎，这个扑噜小狗还挺可爱的，只是它怎么穿了条披风啊？嗯，对啊，披风是王子的装扮，难道是我们错过了什么剧情？啊？什么？你看到网上说，通关后的彩蛋关卡里，王子变成了扑噜小狗？那这个手办其实是王子？好吧，也不是不能接受。那公主有变身成什么动物吗？没有，这可不太公平。既然王子要变成小狗，公主也得奉陪才行。我知道了，游戏里没有也没关系，反正是我们自己涂装，涂什么颜色、画什么花纹，都是我们自己说了算。既然如此，我要再画一个和王子版扑噜小狗特别相配的公主版。先保密，等你回家就知道了。我现在去买手办和颜料，然后和他们一起等你下班。